刚刚有一个人在这边摔车，然后他摔车的地点呢，就是药局的前面。这里不只是世界文化遗产，更是苹果创办人史蒂夫·贾伯斯生前最爱的京都私房秘境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姐妹跑跑跳跳。今年暑假我们去京都来了一趟11天的深度之旅。第一天我们下午才抵达，一到就马上冲去 check in 我们这次要住的传统金町屋。这间金町屋住起来真的超有历史感，一走进来就像穿越回古代日本一样。因为是老房子，屋主特别交代这里隔音比较没那么好，走路跟说话都要放轻音量，尤其是隔壁邻居对声音比较敏感。不过这几天我们睡起来其实还蛮舒服的，榻榻米软硬刚好，睡醒完全不会腰酸背痛。唯一比较要注意的是，老房屋的门框跟2楼天花板都做得比较低，如果家里有身高比较高的朋友，走进来真的要小心别撞到头哦。因为我们抵达京都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 ，check in 完收拾好行李后，我们决定不安排太紧凑的行程，先在金町屋附近随意走走晃晃，顺便寻找我们在京都的第一餐。我们现在是要去吃午餐的路上，就是网络上很多人推荐很好吃的，但是现在已经3点，所以可能是有点下午茶的感觉。这是这间，今天我们要来吃的，我们要来吃吃看他们的日式料理。vegan 的。我们现在来这个是叫什么？新恩苑哦，知恩苑哦，知恩苑。哎，这边真的很漂亮，有没有感觉？我们刚刚走那一边，然后现在走来这边，我们过马路走来这边。哎，那往回看其实也很好看，有吗？买了这个抹茶糖果，这样子。你要不要拿一个出来试试看？好，先开，都还没有吃过的，现场吃看看。没有，肉外。好。有甜吗？好吃吗？好吃。它这个是抹茶的，哎，很有味道，很有抹茶味。它还有加绿茶。哦，好吃哦，好吃。
现场测试的最多。对。将近傍晚的时候，我们走到了附近的一本桥，这里小桥流水，加上两旁的绿意，拍照起来真的超有文情感。我们就在这里拍了好多好看的照片打卡。现在这个天气超级刚好，可以骑脚踏车。因为我们上次去奈良的时候，骑脚踏车那个真的热到爆啊！现在这个天气凉凉的，但是就是有一种阴天，但是它又没有下雨，应该是还不会那么快下雨，所以这段时间是最刚好，天气最舒服的时间，超赞的，超可爱的。我说它这个站全部都是紫色的，很可爱，有没有？然后它那个装饰啊，全部都是紫色，超可爱的。快到我们要租脚踏车的地方了，刚才有看到有人骑过去，应该就是那一家的。这边我们要去的那个好像是在这里。这里租车超方便，店门口有一台自助售票机，直接选取你要一般车还是电动车，租2小时还是1整天，投钱拿单子交给工作人员，就能直接取车出发。我们现在已经到西方寺这里了，然后我们现在要走去那个抄写经文的地方。现在是9点45分，我们预约10点抄写经文，他那个抄写经文要就是预先预约这样子，然后还要准备护照啊之类的，要有护照他才会让你抄，然后他会一人发一支毛笔，然后这样写。我们今天就是要骑脚踏车来抄写经文，这应该会是一个很酷的体验，因为我们就是还没有体验过这种东西，对，超棒的。哎，这超美的哎，只是现在这个河流好稀哦，它现在都没有什么水哎。哎，它那个是人造瀑布吗？前面那个？哎，但它这个很有那种大自然的香味，有没有？超棒的！我们现在抵达西方寺了。yes， 超美的，看，这古老建筑哎。这张是姐姐抄写的经文，因为那里抄写经文的地方是不能录影的，就是那个寺庙整个都不能录影，它只有公园那边有开放录影，就是他们的后花园有开放录影。然后这张是姐姐的，其实它这个就是后面它都是有那种灰色的字让你这样描，虽然是用描的，但是其实每个人写起来都看起来不太一样。然后这一张是我写的，是不是跟姐姐的差很多？真的完全看起来是不一样的感觉。就是它虽然都是描的，但是每个人描起来是会不一样。在京都这11天的深度旅行里，我们造访了非常多名胜寺庙，但如果硬要我们选出一个心目中第1名的花园，那绝对非西方寺莫属。西方寺还有另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，叫做台寺。这里不只是世界文化遗产，更是苹果创办人史蒂夫·贾伯斯生前最爱的京都私房秘境。据说贾伯斯非常沉迷于禅宗哲学，他每次秘密来到京都，都会带着家人到西方寺静坐漫步，感受这里极致的简约与禅意。不过这里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走进来的哦。为了保护这片脆弱又珍贵的生态，西方寺一直采取一个非常严格的完全预约制。而且进入花园前，每位参拜者都必须走进本堂，体验一段极具仪式感的抄写经文。
因为本堂里是完全禁止摄影的，所以我们没有拍抄经的过程。在那个肃穆的大殿里，跟着大家一起静心抄经，整个人原本浮躁的心情真的瞬间都沉静下来了。其实西方寺早在奈良时期就建立了，中间经历多次战乱与火灾，直到14世纪，著名的禅增监造园大师梦窗书时接手重建，才奠定了现在日式枯山水与池泉回游式庭园的经典格局。不过有趣的是，梦窗书时当时根本没有故意要种苔藓，在明治时代，因为寺庙缺乏资金维护，花园渐渐被荒废。没想到京都潮湿的气候，反而让上百种苔藓自然繁衍，铺满了整座庭院。这场美丽的意外，造就今天这座宛如仙境一般的苔寺。我们当天去的时候，虽然没有下雨，天色有点阴阴的，但少了强烈阳光的照射，整座庭园反而呈现出一种柔和和绿色调，耳边只有风声与鸟鸣。那一刻，我完全懂了为什么贾伯斯会这么爱这里。这种极致的安静与自然哲学，真的能给人一种强大的心灵平静。如果你们之后也想来西方寺感受这个绝美花园，记得一定要提前在官网预约。参拜费虽然相较其他寺庙高一些，但包含写经和极高品质的维护，绝对物超所值。强烈建议大家来京都自由行，一定要把西方寺排进行程里，这绝对会是你京都之旅中最难忘，也最心灵疗愈的一幕。这是刚才我们拿到的，我们参观完他们送我们的。逛完西方寺，我们回到岚山车站附近的 M Spento 纯素餐厅吃午餐。这家的寿司盒真的超级好吃，新鲜又美味，重点是老板娘态度超亲切，服务非常好。大家有来岚山一定要来吃吃看。这是我们的午餐，我们在这家，这家叫什么？我忘了，就是这家店。吃饱喝足之后，我们重新踏上脚踏车，准备骑前往我们的下一站长吉光寺。在岚山骑脚踏车真的超级舒服，沿途微微的风吹过来，看着周围的古朴街景，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。不过在抵达长吉光寺之前，我们会先经过岚山最著名的经典竹林小径，因为竹林小径里面是完全禁止骑脚踏车的，所以我们就乖乖下车，牵着我们的脚踏车慢慢步入这片竹林。我们来的时候刚好天色有点阴阴的，虽然少了阳光穿透树叶那种耀眼的感觉，但高耸入天的竹林依然超级壮观。难怪这里是所有人来岚山都一定要拍照打卡的热门景点。我们现在到长吉光院了，超漂亮的。我们要进去看看，进去可以录影吗？不知道看一下。牵着车穿过竹林小径后，我们终于来到了我们的下一站长吉光寺。这座寺庙坐落在京都非常著名的小仓山山麓。小仓山在日本历史上地位超级崇高，因为这里就是日本国宝级古典歌姬百人一首的诞生地。而长吉光寺这个名字则是源自佛教中的长吉光土，意思是极乐世界里最清净、最幽静的净土。这座寺庙是在1596年安土桃山时代由歌人兼僧侣日真上人所创立的。一踏进寺门，最吸睛的就是这座充满古意的茅草门——仁王门。这座仁王门其实比长吉光寺还要古老，它是从京都另一座寺庙弘国寺拆迁过来的，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。穿过仁王门是一条顺着山势延伸的石阶，
我们那天来的时候刚好是阴天，还飘着一点点细雨，雨水滋润过的清风特别鲜明，整个气氛梦幻到不行。除了满眼的清风，长极光寺地上的苔藓也维持得非常惊艳。在阴雨天的笼罩下，吸饱水分的苔藓像海绵一样翠绿饱满，绿色的苔藓顺着古老的石灯笼与石阶蔓延，配上细雨拍打在叶片上的沙沙声，完全呈现出一幅充满日式美学的画面，感觉心灵被彻底洗涤了。如果你想体验最有文学气息与禅意的蓝山，非常推荐来长极光寺走走哦。现在雨伞没，雨伞已经派上用场，因为下大雨。然后呢，而且我们的麦克风没电了，所以先换我讲话。那竟然有河水，那拍好好看。因为你那雨伞太大了，我会弄到。好好看啊！看那个桥好好看，然后又全部绿绿的，绿油油的。现在是不是比较没有下雨？还是树都挡住而已？没有什么下雨。我在帮这个景撑伞。你在干嘛？那个景，这是市景对不对？哦，这边又是另外一个景色。我们一不小心就爬得很高。所以这里应该是最顶端的，好美哦！猴头，看看它那个，哦，这样排哦。那个景色，真的很好看呢。我要来转一圈给大家看。我们这边就是一个小平台，然后有很多人都在这里拍照。它就是一个小平台。我们刚才就是从下面那边走上来。你刚才是谁？好美哦 ，beautiful。需不需要我帮这个景色？不用了。开山堂，那里是开山堂，我绕一圈。OK， 不要这么说。哦，对，慢慢去，我差点在走上去。刚刚有一个人在这边摔车，然后他摔车的地点呢，就是药局的前面。然后他现在进去买药了。前面有一个红色的那个，就是说这个人行道上面是不能骑脚踏车的。然后因为他原本刚刚想要上来这个人行道，然后但是他这边这个太高了，超级高，他这个根本骑不上来。然后他想要骑上来的时候，他就摔了，就这样。然后就是在这个药局的前面。还完车之后，我们搭上了刚来南山就注意到外表超复古可爱的紫色小火车，一路摇摇晃晃地欣赏沿路街景，接着再转乘地铁回到我们的金丁屋民宿，结束了这充实又美好的一天。当天晚上，我们到了京都非常有名，也是超多素食者强烈推荐的纯素餐厅红屋。
我们刚才是去那个餐厅那里，然后但因为它5点半才会开，现在只有4点半，所以我们还要等一下。现在这附近走走，那家素食的餐厅过于热门，所以要先到，要等。这家的纯素料理真的非常厉害，超级好吃。不过要提醒想来的朋友，因为餐厅内部的空间比较小，店家需要一批一批引导客人进场用餐。如果没有提早来，前面只要稍微多排几个人，可能就要等上非常久。像我们这次就是在开店前整整1个小时就跑来现场排队了。另外还有一个温馨小提醒，因为室内空间比较紧凑，厨房是半开放式的，所以油烟味会相对比较明显一点。如果你是对油烟味比较敏感的朋友，可能要稍微斟酌一下咯。不过整体来说，为了这个美味程度，提早1个小时来排队真的很值